程毅被粉丝逼着追杨紫，看他说的话，杨紫惊呆了。程毅和杨紫是天造地设的绝配，身边的人都需要两人相配，所以首领要求杨紫向程毅宣誓。也有粉丝在直播间催促程毅去追杨紫，程毅内心的回答也暴露了他谨慎的推理。程毅在直播中配合粉丝，粉丝却强行要求他追杨紫。程毅真心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杨紫现在有了心上人。”与其说他和杨紫只是单纯的伙伴，他更不否认追求杨紫。看来程毅是真心喜欢杨紫的。至于择偶标准，程毅曾发现他更喜欢孝顺、善良、通情达理的基层小姐姐，这点和杨紫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只是程毅把杨紫当成小姐，会下意识地维护杨紫。他吊着威亚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。杨紫在他摔倒的时候，赶紧叫人扶他。让我们假设你可以没有他。另外，杨紫超是有魅力的。30岁的她其实觉得自己很傻。她变得苗条了，她的身体瘦得令人惊讶，她的穿搭让人赏心悦目。网友们对如何实现她很感兴趣。说实话，杨紫曾经在微博上大肆分享过自己的策略。从长远来看，她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精彩人物，这并不奇怪，都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。有网友表示，是程毅先走向杨紫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被秦俊杰打断了。与秦俊杰相比，程毅更像真正的男友。如果不是秦俊杰，杨紫和程毅本来可以生下一个孩子的。现在杨紫又单身了，相信程毅一定会勇敢地去追求她。你坚持吗？32岁的程毅直播中脱颖而出，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份，就明白于正说的没错。在看到企业敞开大门之后，大牌带来商品绝非另一回事。像张柏芝这样的高种族人士也会出现在品牌现场照顾他们。也有人说，直播这个副业几乎是一个匠人，变成了基础业务。相爱的小鸟张梦小五在他们结婚时一起出现。在享受婚姻的喜悦之前，我在直播传输室里遇到了人群。就专家学分而言，它被称为奉献。经过两人的努力，成交量同样异常显著，总体上位居榜首。除了这些以直播为专心、对影视参与度不高的工匠，还有许多知名艺人离不开商业活动。综上所述，艺人可以是艺人，但工匠不能简单的当艺人。就像郭晓婷所说的那样，以前艺人只是以拍摄为中心，但现在每个人都比任何人的材料都精致。当艺人开始出现在戏剧表演中，并与品牌承销商建立联系时，不可避免的会有品牌参与。随着双11的临近，重要阶段的直播传播场合数量迅速扩大。那些在群里休息、不经常出现的工匠，完全被拉着露面。这将许久没有消息的程毅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工匠加入其中。无论他录制多长时间，他都令人费解。这次在图像中，他处于比他的年龄更受欢迎的状态。32岁的程毅现身直播间，他的皮肤状况极佳，他那毫无意义的表现是可笑的。与正是对的。与思峰的工作在不久前就火了，程毅的巅峰比同期来得晚。不管怎样，好在组织资产雄厚，他个人可以发挥演技保命。在吸引了大量粉丝之后，他有效地将粉丝变成了他们坚定不移的盟友。目前，无论您发布什么内容，他都可以超过100万个偏好。今天的观众记录是非常好的，这表明演员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吸引粉丝，这是最安全的。心平气和的演戏，他不太会参加商务运动。程毅似乎在享受剩余的时间。1月前改成你好，星期六之后，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莲花塔的攻占中。莲花楼作为一部大型男主剧，程毅和李莲华的角色可想而知。当他换到你好，星期六这个级别的时候，他干脆从片场飞了过来，一脸茫然。我想，在如此紧张的拍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，程毅在这场直播中不会是在一个了不起的国家。谁能想到，照片一打开，他那红润的脸色竟会令观众惊叹不已。
从他眼底的神采以及眼底的疲倦来看，这次直播应该是安排妥当的。再加上那正直的神态和时不时露出的天真表情，一副讨人喜欢的高手男女的画面就出来了。楼主居然问了常用的最大表情包是多少，帅哥却让他做表情包，下一秒就义无反顾地变成了制造，却显得太害羞了。中途他护着脸退出关卡，这让宿主也窃笑起来。这样的诚意的人，正是于正所说的呼唤诚意的真实姓氏。于正坦言诚意，每个人都是可爱谦逊的，时机将成为重点。9月，有网友要求转入娱乐圈的于正，同时找诚意拍戏。当时于正特别回口说自己已经合作过，并称诚意正宗的称呼富士其里，表示他可爱而谦逊。注意到这一次于正在诚意的炉灶之后，再次注意到了他，但还是觉得他变得卑微了。这说明诚意在成名时，通常都保持着一种超凡的心态和应付人类的嗜好。我并没有仅仅因为我获得了触摸成就而在圈内感到自豪。长紫色的人通常很稳定，可能不会轻易随波逐流，所以诚意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让他走得更远了。那么，你对他的命运发展有建设性吗？03，喜欢李荣浩的范丞丞拍过街拍《青春有为》，模仿徐峥喜剧。范丞丞是通过网络技能展示出道的著名偶像，现在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转型的演员，效果还不错。虽然他没有得到广泛认可，但至少已经进行了触摸开发。比如男朋友的当铺中的整体表现就格外具有颠覆性。也可以看出，范丞丞对演员的执着已经不惧怕，现在已经不在乎他的外貌，而是最在乎他的整体表现。目前范丞丞已经接触到了一个电影资源，那就是冷门的双车道题材，呼唤类似于借助偶像李荣浩演唱的曲目。范丞丞主演电影《青春有为》，李荣浩有一首被称为《青春有为》的曲目，很多人都听过，也深受感动。而范丞丞借助机缘，还获得了一部名为《青春有为》的电影。范丞丞的号召力已经出现在了电影的阵容和阵容中，是所有主要演员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片名改成了跟李荣浩的歌名差不多，所以范丞丞才选了。因为李荣浩是范丞丞偏爱的歌手，他向自己的偶像致敬是必然的。这部由一个胆小的年轻人主演的电影，第一次看到了他命运的父亲。环境变得有些尴尬，但他却偶然变成了集体捆绑，开始了集体卡车冒险。在欢笑和泪水中，他最终被赋予了可能的父亲认可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。该片为喜剧风格，内容与徐峥主演的《路上的人》等电影类似，属于大道电影。从来没有演过喜剧的范丞丞立马挑战了徐峥的大道喜剧风格，变成了现实中的硬汉，考验着他的喜剧能力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有过幻想，很少有大道电影。范丞丞主动弥补了市场内部的空间，模仿了大名鼎鼎的徐峥，那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干净了。范丞丞的学历不如徐峥，幽默能力也不是很扎实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善于表现是演员的一种料，他喜欢追求特殊的风格。加上喜剧在现实中很难，现在让观众背着包袱笑已经不干净了。因为范丞丞不擅长喜剧，电影《生日庆》就找来了喜剧演员乔杉做他的搭档。人们是喜剧专家，他们认识到一种迎合观众的方式，此外他们还认识到一种解决负担的方法，并且他们认识到一种发挥喜剧影响的方法。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巨大的戏剧性冲击，还给人类带来了舒适的化学冲击。街头喜剧片应该还有女演员，制片方选择了与范丞丞同龄的女演员张婧仪。目前张婧仪名气不大，也从未演过喜剧，但这些并不重要。喜剧片中的女演员们自己扮演着调和阴阳的角色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自己的辉煌和辉煌负责，他们现在不想再表现出完全的幽默能力。况且喜剧影响的不是张婧仪，而是范丞丞和乔杉。从故事的定义来看，
范丞丞和张静怡是 CP， 二人之间的 CP 感还可以，现在已经不是很过分，但足够了。他们不应该有太多的对手戏，尤其是范丞丞和准当爸爸乔杉之间多了几场戏。不过我还是在追寻范丞丞的喜剧整体表现。范丞丞在街头片《青春有你》中的位置和乔杉尝了一个幽默的包袱，是一个很棒的配置，属于复古与新的节奏。